来意大利玩，你是不是常常在烦恼火车方便吗？巴士好不好坐？还是直接干脆自驾旅游呢？今天淘淘这支影片呢，就来跟你解密3种交通工具，不只告诉你最适合哪一种交通工具，还会教你怎么避开避雷区，让你的意大利行程呢更加的流畅。记得看到最后哦，因为淘淘还会分享非常实用的省钱小撇步。Ciao a tutti， 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来意大利玩要搭火车、搭巴士还是自驾呢？今天淘淘这支影片就来解密这3种交通工具。首先是火车，意大利的火车系统非常的发达哦，像是高铁 Frecciarossa 或是 Italo， 它的速度呢不仅快又非常的舒服哦。从米兰到罗马只需要3个小时，比搭飞机还要方便哦，不用安检，不用提早到车站，而且还不用担心行李超重，是不是很加分呢？而且购票也超级简单，只要用 APP 一键搞定哦。省钱的小秘诀，提早1到3个月买票会有非常特惠的早鸟票哦。像是罗马到佛罗伦斯的高铁票，有的时候只要10欧，是不是真的很便宜？火车呢，特别适合在大城市之间移动哦，比如说像是罗马到佛罗伦斯啊，米兰到威尼斯啊，米兰到罗马等等这种热门路线，不仅班次多又省时另外像是庞贝啊或是苏联多呢，其实他们也有当地小火车可以到哦，所以让你非常的省心。不过火车也有地雷哦。意大利的火车呢常常误点哦，尤其是这种小城市的路线，如果呢遇上全国大罢工，火车是真的有的时候会直接取消哦。所以如果你的行程是那种非常赶，每一天都要赶踩点的话呢，就要小心这个地雷哦。在意大利搭火车有几个小常识一定要知道。首先，大城市的火车站虽然方便，但通常是治安比较差的地方，像罗马、米兰中央车站周围常常有扒手出没，所以贵重物品一定要收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住宿就不要选在火车站附近，稍微选择远一点的区域，安全又安心。再来是厕所，意大利的火车站的厕所要收钱，不像台湾哪里都有免费公共厕所，通常一次使用大概是1欧元左右，所以记得身上带一点零钱，不然真的挤起来的时候会很尴尬。还有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小细节，火车的车门是不会自动开的，停站以后要自己按门上的按钮才会开门哦。第一次搭火车的朋友可能会以为门坏了，其实是你没有按啦。月台显示牌的资讯更新很慢，意大利的火车月台呢，它常常速度就是很佛系，有的时候呢车子已经明明快要到了，它月台资讯就没有更新了。所以如果遇到这个情况呢，记得要多看站内的大萤幕哦。意大利火车不一定每站都停，有些车次是快车或是城际列车，只停大站哦。如果你要去的是小站，记得看一下车上的告示上有没有写你的目的地哦，不然如果你坐过站的话，可能要等下一班车咯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巴士。长途巴士呢，在意大利非常的便宜哦，像 Flixbus， 它有的时候呢，一趟威尼斯到佛罗伦斯的只要10几欧，非常适合小资族、背包客或是学生旅游。巴士呢，特别适合一些火车到不了的小地方哦，比如说像是 Siena 啊，或是圣吉米尼亚诺，或者是艾马菲海岸线啊，或是波西塔诺到艾马菲等等。因为公路的景色呢，真的是美到不行，而且价格很亲民。不过巴士也有地雷哦，尤其是像是旺季的热门路线呢，是非常容易没有票的哦，或是呢时间呢，它有的时候会改得很佛系。那尤其是在夏季，如果你来夏季意大利旅游的话，在烈日下等巴士呢，真的会很崩溃。所以建议大家呢，提早规划，线上订票，尤其是热门时段哦，一定要事前先买票哦。意大利长途巴士站的车站有的时候超级隐秘，不像火车站这么醒目哦，它可能只是一个随便画的停车格，所以记得提前查清楚地点，免得拖着行李到处找很不方便。上车以后呢 ，WiFi 跟插座算是标配，但是有的时候 WiFi 会宕机，别完全依赖它处理工作或追剧哦，你会很崩溃。还有意大利司机很有可能只会说意大利文，所以记得提前确定站名，以免下错站。夜班车呢，虽然可以省住宿费啊，但座椅蛮硬的，空间又很窄，睡不好。如果是女生单独旅游的话，真的很不建议。最后别忘了带电子票和证件哦，验票可是每个乘客都跑不掉的哦。最后我们来聊
聊聊自驾旅游。如果你的行程是乡村深度旅游或是岛屿旅游哦，那自驾一定是首选哦。比如像是托斯卡纳、葡萄园的旅游等等哦，这些呢交通比较不方便哦。自驾呢，它反而可以让你随心所欲的走走停停，而且这些地方呢，很多都是火车跟巴士到不了的。尤其是你要参观那种葡萄园、庄园旅游呢，真的是一定得自驾。那另外呢，自驾也非常适合像是阿马菲海岸啊、萨丁尼亚岛啊、西西里岛啊这种岛屿旅游。天然的美景呢，跟隐藏的景点啊，它通常是靠火车跟巴士是到不了的哦。开车欣赏美景呢，随时还可以停下来享受当地美食，是不是很棒啊？不过自驾呢也有大坑哦，比如像罗马、米兰这种大城市呢，停车位真的是比中乐透还难，一位难求。还有非常多的老城区都是禁车区，就是 ZTL， 开车进去呢是直接会被罚款的哦。所以租车之前呢，请先规划好你的旅程，以及查好停车资讯跟 ZTL 禁区。在意大利租车自驾有几个重要的注意点哦。首先，租车的时候要准备4样文件：国际驾照、台湾驾照、护照，还有信用卡。如果是透过网络订车，记得哦，持卡人必须是驾驶本人哦。说到意大利的高速公路，收费的方式可分为4种车道。橘黄牌的 Telepass， 它就有点像台湾的 ETC， 属于电子收费车道，通常位于内侧，千万不要误闯哦，因为你会被罚款。再来就是蓝牌的 Carte 车道，主要是用来信用卡支付，那在操作上有一点点复杂，如果你不确定怎么使用的话呢，尽量避开这一道。再来就是白牌加零钱钞票图示，那就是现金自助缴费车道，可以找零。有些车道呢，它也会同时支援信用卡的支付，那遇到这个选项呢就很方便。再来就是白牌加人工图示，这个是人工收费车道，直接把票卡给收费员，支付现金即可，推荐给第一次不熟悉操作的朋友们。再来是停车的规则，意大利路边的车格有3种颜色，蓝色、白色跟黄色。蓝色就是付费停车，通常需要在附近的缴费机上先付费，拿到停车票以后放在车窗上，如果超时是会被罚款的哦。白色停车格免费停车，但多数为限时几个小时而已，而且需要搭配时间转表哦。黄色停车格千万不要停在这里，绝对会被罚款，因为这个是给当地的住户停的。意大利的加油站大多都是自助式，所以记得要先准备好零钱跟信用卡，操作起来其实不太难，只需要有点耐心哦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总结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是要大城市旅游的话，请你选择火车；如果是深度的乡村岛屿旅游，选择自驾；如果是火车到不了的地方又不想要自驾的话呢，就选择巴士。根据你的行程跟预算，选对交通工具，你的意大利之旅呢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哦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意大不同。Ciao, a presto！好不容易来意大利玩，还踩雷，什么排2个小时吃到超难吃的披萨，还花大钱住一个超烂的饭店，真的很崩溃耶。没关系，交给淘淘。Ciao tutti， 我是淘淘，在意大利住了好几年，专门帮你找出最好吃、最好玩，还有那些你一定要避开的大雷区，教你用小资预算玩出贵妇感。无论是蜜月旅行、全家出游，还是姐妹淘意大利大冒险，看我的影片就对啦，别再花冤枉钱踩雷啦，赶快订阅来意大利找淘淘。跟我一起探索最在地、最超值的意大利，让你花小钱大满足，还能避开那些后悔一辈子的地雷。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！意大利所有的美好回忆，我帮你打包。Ciao, a presto！